西游记》第50回，情乱性从因爱欲，神昏心动欲魔头。在渡过了通天河之后，师徒4人继续向西行进。不过呀，这路是越来越难走，天气也越来越冷，空中飘下了鹅毛大雪，师傅被冻得哆哆嗦嗦，老虎在群山之中不停地吼叫，吓得唐僧是胆战心惊。走了一整天的路，连一户人家都没有遇到，又把唐僧的肚子饿得是咕咕直叫。看着师傅如此狼狈，孙悟空挺身而出，他用金箍棒在地上画了一个圈，让师傅站在里面，这样不论是豺狼虎豹还是邪魔妖法都不敢靠近唐僧了。之后呢，孙悟空就架起了筋斗云，飞到南方给师傅找吃的去了。这边孙悟空刚走，猪八戒这张破嘴就立刻开始胡说八道起来。他说师傅，你这是大师兄的囚犯呐，不然怎么大师兄就在地上给你画了个圈，你就不敢走了呀？这都不是一般的囚犯了，这是画地为牢的囚犯了。唐僧哪里肯做囚犯，当即就起身，带着2个徒弟继续向西溜达。不一会儿，师徒3人来到了一座宅邸的门口。猪八戒胆子大，他整理了一下衣服就走进去一探究竟。只见这宅子之中物品器具一应俱全，唯独看不见主人的踪影。猪八戒壮着胆子就把桌子上的3个纳锦背心给拿了出来，想给师傅御寒用。唐僧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，才不会用偷来的东西，所以断然拒绝了猪八戒的提议。这唐僧不用，猪八戒和沙和尚可不在乎这东西是不是偷来的，纷纷把背心披在身上。可是这哪里是什么背心啊，这其实是妖怪的绳子变成的。猪八戒和沙和尚刚刚穿上背心，就被来了一个五花大绑给绑了起来，2员得力干将都被绑住，唐僧也只能缴械投降，被妖怪给抓走了。要说这抓走唐僧的妖怪是金嵌山上金嵌洞中的独角4大王。这独角4大王神通广大，武力高强，能使一根丈2长的点钢枪，威风无比。孙悟空发现师傅被抓走之后，就找这妖怪算账，可这妖精竟然和孙悟空大战了30回合，不分胜负。最后还从怀里拿出一个亮灼灼白森森的圈子，把孙悟空的金箍棒都给套进去了。没了金箍棒，孙悟空也只能落荒而逃了。在生活当中啊，我们经常会遇到一些小便宜，这些小便宜就像钓鱼的鱼饵，咱们眼中如果只有这鱼饵，看不到渔夫，那迟早都会变成烤鱼了。所以我们的目光要放得长远一些，思考的要再透彻一点，才能避免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命运啊。那现在孙悟空没了金箍棒，他还能救得了师傅吗？咱们呀，下回分解。